Hello，大家好。大温哥华房地产委员会的数据显示，1月份大温哥华地区的房价飙升，独立式住宅平均售价连续6个月上升，这是2013年以来的首次。但细分市场并不均衡，郊区住宅是房价上涨的主要原因，城市公寓价格增长放缓。2021年1月住宅销量为2389套。比2020年1月的1571套增长了 52.1%， 比2020年12月的3093套下降了 22.8%。 上个月的销售量比10年来1月份平均销量高出 36.4%。 大温哥华房地产委员会主席认为，由于房屋销售活动远高于1月份的平均水平，但房源供应却没有跟上，这导致购房者之间的竞争加剧，价格上升。2021年1月，在大温哥华房源系统挂牌出售的房产有4480套，与2020年1月份的3872套相比，增长了 15.7%。与2020年12月上市的2409套相比，增长了 86%。目前在大温哥华房源系统挂牌出售的房屋总数为8306套，比2020年1月的8617套相比下降了 3.6%， 与2020年12月的8538套相比下降了 2.7%。 在疫情爆发期间，不断变化的住房需求和史上最低利率一直是温哥华房产市场过去6个月的主要驱动力。目前大温哥华地区的所有住宅物业类型的房产价格指数基准价格为1056600加元，与2020年1月份相比增长 5.5%， 与2020年12月相比增长 0.9%。 这个价格与3年前的价格基本持平，尽管涨幅数字被媒体放大，但增幅仅比去年高出 0.1个百分点，这就是神奇的数字变戏法。按地区划分，城市房产表现不佳，温哥华东区综合指数1月份达到1114300加元，较前一个月上涨 0.2%。 在温哥华西区，基准价格达到1257100加元，较上个月上涨 0.5%。 12个月的增幅分别为 4.1% 和 0.3%。 无论每个月还是每年的变动都小于大温哥华地区的数据，这意味着郊区的增长是最大的驱动力。按房屋类型划分，综合指数显示大部分涨幅都是由独立屋价格推动的。2021年1月，独立屋销售达到740套，比2020年1月记录的439套增长了 68.6%。 1月份独立屋基准价格达到了1576800加元，较前一个月上涨 1.4%， 年度涨幅达到了 10.8%。 但过去3年里，独立屋基准价格仍下跌了 0.5%。 虽然近期价格大幅上涨，但仍未恢复。以现在的增长速度，可能下个月才能看到独立屋基准价格恢复到3年来最好的水平。总体而言，独栋住宅的增长趋势一直在加速。2021年1月，联排别墅的销售总数为454套，与2020年1月的318套相比增长了 42.8%。 联排别墅的基准价格为815800加元，这比2020年1月增长了 4.3%， 仅比2020年12月增长了 0.2%。 大温哥华公寓的表现不及独立屋。2021年1月，公寓房屋销售量达到1195套，与2020年1月的814套相比增长了 46.8%。 公寓基准价格在1月份达到了680800加元，较上个月上涨了 0.6%， 较去年同期上涨了 2.2%。 现在的价格比3年前下降了 1.4%， 月增幅放缓，这导致年度增长的趋势减速。郊区再次超越城市。1月，温哥华东部的公馆公寓基准价格达到了595800加元，较上月增长 0.1%， 比去年同期增长 1.8%。 在温哥华西区，公寓基准价格达到了762500加元，比上月增长 0.4%， 比去年下降 1.7%。 这两个地区的房价增速放缓。温哥华1月份的市场并不让人意外，
郊区房产市场火热，而市区的房价涨幅要慢得多。史上最低的抵押贷款利率助长了更多的独立屋销售，而公寓价格增长速度继续放缓。加拿大住房与贷款公司租房报告显示，大温哥华地区的出租房产空置率从 1.1% 上升到 2.6%， 涨幅最大的是温哥华市中心及周边地区。疫情爆发降低了大温哥华地区的租房需求，部分原因是年轻人和服务行业的工人失业率上升。此外，边界关闭，移民增速放缓，大量国际学生上网课，比如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，出租公寓的空置率从1年前的 0.4% 上升到2020年的 13%。这些可能都是市区公寓房价下行的主要压力。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，温哥华专用出租公寓的租金拖欠率要比多伦多、蒙特利尔低得多，拖欠租金的情况在加拿大主要城市中排名第9，因此温哥华公寓房价下行的压力可能会比多伦多、蒙特利尔小得多。以上就是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。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、经济、房产资讯，欢迎订阅，谢谢观看，再见。